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木实验室肖奇。今天呢，我们来测一下这款飞机。这款飞机可以说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一个飞机。虽然说它是一个我们比较经典的一款机架，但是它里面的运行的这个飞控系统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它既不是 PX4，也不是 AudioPilot， 它里面运行的是 FMT， 前段时间开源的这样一个飞控的系统。那么从此以后呢，无人机领域嘛，大家可能会多一个选择。对吧？我们可以尝试一下用 FMT 这样一个国产的飞控系统，它的这样一个性能。那我们今天主要来测呢，它的自稳、定高、定点，还有航线飞行它这样一个状态。OK， 我们看它的表现如何。那我们先来试一下这个定点模式下它的表现如何。这个解锁方式还是跟之前的无人机是一样。我们可以飞定点模式飞起来。现在处于一个定点悬停的状态，摄影师可以可以拍近的，可以拉个特写。可以看到它的悬停效果还是比较稳定的。我们把它降下来一点，这样这个状态。好，让它稳住不动。这是一个定点的普通 GPI 定点的一个效果。我们可以拉一下这个俯仰，让它飞机飞起来，看一下，飞得比较快。可以看到飞机这样操控起来还是比较平顺的，就是初步具备了一个成熟的这样一个飞控的这样一个特点吧。我做一个比较大机动的这样一个飞行，也都能比较能够很好的快速的响应这个油门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打一下偏航。降点高度，它回来可以看一下状态。我们可以近距离再看一下它的悬停的状态如何。这时候我不动油门，不动也不打杆，它现在处于一个悬停的状态。那我们现在切到这个中间这个就是定高这样模式看一下效果，这是定高模式。可以看到高度保持的状态也比较好。也没有出现特别剧烈的这个调高的现象。OK， 我们现在把它切到这个定点模式下，然后我们在地面站来让它进行一个降落，看一下它的降落效果如何。降落飞行模式。综合来看，我们这个定高和定点模式的表现还是比较良好的。那我们现在测它的高级功能，就是这个航点规划航点的这样一个功能，看它的表现如何。1号航点，2号，对，3号，对。你看到这个航点高度是5米，然后我们已经初步规划好一个航点，然后我们点击一下上传，进行一个这个解锁，它就自动进入了航点的功能。
我把它切换到这个定点。OK， 让这个地方呢，我们执行一个返航。返航 Return 飞行模式。测试过程中的话，它这个解锁还是比较顺畅的，就是解锁的成功率啊，这个我明显感觉就是跟P-4的飞控来讲的话，它的解锁成功率比较高的，它解锁是比较方便的，然后上锁呢也比较容易。它这个飞控是系统是 FMT， 我们大家知道是基于模型开发的，那么它里面运行的这个控制的算法是 TrinPID， 那么这个它的状态估计呢用的是这个互补滤波。我们知道互补滤波应该是一个比较老的，我在我记忆里，我之前用互补滤波的时候是在17年左右 P-4的。这个状态估计呢还是用的互补滤波。今天呢，我们现在这里面还是用的互补滤波。当然，我们也把这个 P-4的这个 EKF 的已经移植到这个 FMT 上了。后续呢，我们会更多的测试。那么直观的感觉呢，对我来讲，我就觉得跟 P-4的或者是ArduPilot这种飞控直观感觉就是它目前来讲是解锁上锁是比较容易的，因为它整个系统的比较精简，然后运行的这个效率是比较高，这是我一个直观感受。希望它后续会有更好的一些表现，我们后面会测它更多的这样一个功能。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款飞机呢，已经正式的上架了，在我们的淘宝。如果大家对 FMT 这个项目感兴趣，想体验一下这个飞控的整个开发流程，可以去我们的官网或者是淘宝上购买它。那么前100人这样名额呢，我们是给大家进行一个1对1的这样一个技术辅导和技术支持。如果说你是做飞控开发的，想彻底掌握基于模型的这样一个飞控开发控制手段呢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平台。也可以说是你为数选择不多的，甚至没有就唯一一个这样一个平台。谢谢大家，今天我这个测评就结束。